今天我们来讲《山海经》中的不周山找到了。在《山海经》中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山，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人没听说过。但是一直到现在为止呢，也没有人能够确凿地证明它到底在哪里。没错，这座山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不周山了。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呢，相信应该是无人不知的吧。相传不周山呢，原来是连接天地的天柱，是人界唯一能够通往天界的一个路径。只是不周山呢，非常的寒冷，常年飘雪，不是普通人能够到达的一个地方。后来呢，共工撞断了不周山，从此也就毁去了人界与天界之路。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不周山呢就成为了传说中的一座山。然而这座传说中的高山呢，至今仍未被确切的定位于现实的世界中的某处。尽管历代的学者和冒险家呢，都试图寻找到它的踪迹，但始终未能揭开其神秘的面纱。那共工撞断不周山的故事呢，就反映了古人对于自然力量的敬畏，以及对天地秩序的一个尊重。至于不周山在现实中的位置呢，有学者就推测，它有可能就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一部分，或者是昆仑山脉等历史上著名的高山。然而这些推测呢，尚无确凿的证据支撑嘛。但是有些冒险家呢，认为不周山也许并非是虚构的，还真的去寻找过了。相传不周山呢，是人界唯一能够到达天界的路径。但不周山终年寒冷常年飘雪，非凡夫俗子呢所能够徒步到达的。不仅是因为其险峻的地势和极端的环境更是因为这里生息着各种传说中的神兽与精灵，他们守护着通往天界的大门，保护着这片圣土呢免受尘世的污染。据说只有心地纯净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够获得他们的许可，并得以一窥天界的奥秘。尽管许多人都试图征服不周山的艰难险阻，但大多数人呢，最终只能够在山脚下望而却步。只有少数的勇者呢，且心怀梦想之人，才能够克服重重的困难，攀爬至山顶，并揭开通往神域的道路。那么这些冒险者中不乏传奇的英雄和伟大的探险家，他们的故事呢，就激励着后来的人们继续探索不周山的秘密，并追寻自己的信仰与追求。在《淮南子·天问训》中呢，里面就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蛇，地为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淮南子的这段记载和实际情况并不吻合，因为天柱蛇而导致了天倾西北，这个天柱呢是在西北还是在东南呢？当我们观看夜空的时候，就会发现西北高而东南低嘛，故而天倾西北不会是西北的天柱断了，因为如果是西北的天柱断了，那么西北的天空应该就低了呀。而实际情况是相反的呀，我们的夜空是西北高而东南低嘛，所以说天倾西北应该是东南的天柱断了。那东南的天空下降而引起了西北的天空的上升，如果确认这个折断的天柱是在东南而不是在西北呢，由此就可以引发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国的东南地区在商周时期并不属于王朝的版图，而商朝在灭亡之时还对东南在用兵可见东南一直未纳入商朝的版图。那周人发祥于西北，与东南更是万里之遥，因而也不会在东南方向发现天柱事实上，我国东南并无突出的大山，而是丘陵地带，也不可能有天柱的存在。那如果做一个假设，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是发生在远古的华夏，而远古的华夏当时的面积很大，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整个亚非洲的面积，也许就可以解释得通了呢。如果大家看一下非洲的地图就会发现埃及的东南方向有一座大山，它是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而从方向上看呢，乞力马扎罗山刚好就在埃及的东南。如果把乞力马扎罗山看作是天柱，而把埃及看成是华夏的故土，那么天柱蛇的话呢，就会出现华夏东南天变低的一个现象。如果根据此判断乞力马扎罗山就是传说中的天柱的话，还不足以令人信服的。我们可以根据文献记载和乞力马扎罗山的情况做一下对比。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里就说西北海外大荒之余，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那下面呢，就是乞力马扎罗山卫星图拍摄的图片了。在乞力马扎罗山的顶峰呢，是一个残缺的火山口，直径呢4公里。这个火山口只剩下一半，就完全符合不周山的名字周呢就是周遭嘛，圆环，而不周呢就是没有圆起来。这个残缺的山顶就像是一个折断的天柱的底部。除此之外呢，恐怕不会有第二座山如此吻合了。那乞力马扎罗山海拔5000多米是非洲最高峰，
也是一座孤立的火山，完全符合天柱的描述。因为相传不周山呢是人界唯一能够到达天界的路径，只可惜不周山呢终年寒冷，常年飘雪，非凡夫俗子呢所能徒步到达的。而乞力马扎罗山呢也是终年积雪，也符合关于不周山的传说。从《山海经》的记载来看呢，不周山是属于西山经。那在明代呢，有一张世界地图啊，也清楚地表明了不周山远离国境。那乞力马扎罗山在非洲的东部啊，位于华夏的西南方，与后人认为的在华夏的西北也并不吻合。虽然都在西边呢，那差别是西南还是西北？为什么古书里有说从西南而转向了西北了呢？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和周人的迁徙有关。因为周人从西北迁入华夏，大概呢在西北的时候呢，不周山就已经成为了遥远的记忆。而迁入华夏之后呢，只记得家乡有不周山了，就想当然的认为啊，不周山在西北，这里就和《山海经》图标注的位置啊是一致的。那《山海经》记载呢，不周山中的奇异果实啊，不仅仅是外形上的奇特，更蕴含着无穷的生命力。这种果实呢，据说生长在神秘的《山海经》的世界之中啊，吸收了日月的精华，吸取了天地的灵气。它不仅呢形状如桃，叶片如枣，更有着金色的花朵和赤色的果实，散发出迷人的香气和诱人的光泽。传说食用这种果实之后啊，就能令人精神焕发，精力充沛，甚至能够拥有延年益寿的神奇功效。它就被称为不周之栗。在古代呢，《吕氏春秋本味》里同样对美食称赞不绝，里面就有说玄山之河与不周之栗被誉为是美食中的极品，其盛名呢传遍四海。不周山的土地肥沃，气候适宜，为庄稼和果树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那这里的土壤蕴含养分呢，气候温和适中，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呢，孕育出了丰硕的果实。而在遥远的非洲大陆上呢，乞力马扎罗山以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成为了自然界的一大奇迹。尽管位于热带地区呢，但由于海拔的高度啊，就使得这座巨峰呈现出了四季分明的特点。山上的植被带分布明显，一山有四季的说法呢，生动形象的就描述了这个丰富生物的多样性。虽然古籍中关于家国美丽的具体身份啊难以辨别和考证吧，那不周山呢，这座富有传奇色彩的山峰啊，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天地的认识以及敬畏。自古以来呢，人们便以天柱之名啊称呼它，象征着支撑天地、稳固乾坤的作用。其高度之震撼呢，仿佛直通云端，令人不禁的心生敬畏。在非洲大陆上，乞力马扎罗山呢，以其独特的魅力与不周山相媲美，海拔呢5895米，它就独占鳌头，在辽阔的大地上呢独树一帜。那水呢，是大自然赋予人类最宝贵的资源，在不周山上同样显得神奇莫测。滚烫如火的温泉之水啊，与冰凉如霜的这个冰川之水并存于这座神秘的山峰之上，展现了自然界的奇妙和谐。而乞力马扎罗山的山顶呢，覆盖着厚厚的冰川，在阳光的照射下融化成细流，宛如传说中的寒水流入人间。同时在这座火山的周围呢，还有许多温泉环绕，为非洲大陆上奇观呢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尽管我们尚未亲自踏足这片壮丽的山峰啊，但是卫星地图和古籍的记载呢，为我们提供了一扇窗口。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就说，西北海之外呢，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让我们对不周山有了更深入的一个认识。当我们凝视乞力马扎罗山西侧喷口时呢，不合的形象更是呼之欲出了。此外，太平御览地部呢与博物记中也提到了六川温汤之水。那在卫星地图上也清楚的就看到了乞力马扎罗山标志出了6条河流中找到了对应之处。综合分析这些信息和证据可见呢，文献中的不周山无疑就是如今我们所熟知的那一座非洲大陆上的壮丽奇峰啊，乞力马扎罗山。它不仅是大自然的杰作呢，更是人类探索自然、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见证。那共工呢，又是炎帝的后代，姓姜，是一个部落的领袖。他的群族呢，扎根于如今河南北部的肥沃土地之上。传说这个部落的首领呢，是以其半人半蛇的神秘形象和满头赤发著称，威严地驾驭着2条神圣的巨龙作为坐骑。而颛顼呢，则是继承了轩辕皇帝的血脉与智慧，以高阳氏自居，在地丘筑巢。他所统御的疆域啊，广袤无垠啊，北至河北的辽阔平原，南至南岭的以南之地，西抵甘肃啊黄沙漫天之处，东临东海波涛汹涌的岛屿部落群，其中呢当然也包含了共工所在的部落嘛。
那共工呢是以农耕为生计的部落领袖以其卓越的水利智慧和创新的精神呢，备受部落成员的敬仰。他就发明了筑堤蓄水的一个技术极大的便利了民众灌溉取水的需求。然而在深入考察土地条件的时候呢，共工面对一片不平衡的世界呢，有一些地区呢因地势过高灌溉困难，另一些地区呢因为地势低洼而经常受到洪水的侵袭。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呢，他就精心策划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将高地之土呢转移至了低洼地带。此举呢不仅能够有效地改善了这个高地田地的灌溉环境，还能够防止低洼地带成为泽国。但是不幸的是这个富有远见的想法却遭到了阻力，一个来自于部落首领颛顼的强烈反对。颛顼担心呢，都采纳了共工的方法会提升他的威信，从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在这场关乎土地治理和水资源管理的辩论背后呢，实则是一场权力与地位的较量。在这场龙争虎斗之中呢，共工呢肯定是败北的。当他失败之后呢，心中就充满了愤恨和不甘在绝望之中呢，于是他驾起了飞龙冲向了天际，并以雷霆万钧之势呢撞击了不周山，一个象征天地秩序的重要地标。那在漫天迷雾之中呢，一声巨响犹如雷霆万钧震撼着天地。不周山呢就在共工的猛烈一撞之下，突然就拦腰折断了，整个山体轰然倒下。而就在这一瞬间呢，宇宙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空中的星辰的位置错位，地上的山河呢重塑流动，就像维系大地平衡的纽带被无情的撕裂一样。大地失去了支撑，开始向东南方向缓慢地倾斜沉降。由于连接昆仑的支柱断裂呢，昆仑的位移就导致了江水汇集成流，而奔腾向东流入了深海。天际的星河呢也失去了往常的宁静在西北方向呈现出了倾斜之势。从此刻起呢，天空中的日月星辰便遵循出了新的轨迹，每日从东升而西落。这壮丽的景象就昭示着自然力量的伟大和无常变化的魅力，并让每一位见证者呢对宇宙神秘的庄严心生敬畏。在列子汤文中就说呢，共工撞断天柱之后呢，破坏了原有的平衡，大地就开始东南偏移了，天偏向了西北。正是这个原因呢，使得日月星辰将从东方升起，而西方落下。又是因为地流向了东南呢，所有的河流呢都自西向东流向大海。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由于支撑天地的柱子倒下了呢，半边天也塌了，而露出了一个巨大的洞。突然呢，河水就倾泻而下，洪水咆哮着冲向了人类栖息的家园，就吞没了人类生存的家园，吞噬了所有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生物。而这个故事呢，在《史记·卜三皇本纪》中也有相关的记载。上面就说诸侯有共工氏，人至行以强霸而不亡，以水成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为绝。于是呢，此后便有了女娲补天的神话。那女娲四处寻找补天的材料终于在东海天台的仙山找到了五彩石用太阳神火炼制之后呢，终于将天洞补好，使得人类呢恢复了平静的生活。而这个所谓的天洞呢，可能就是昆仑上连接不周山支点断裂而造成的。那昆仑呢，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远古近距离靠近地球的月球，所以女娲在补天的时候呢，补的就是近距离的月球。而古代的天字呢，就是下面一个人，上面一个圆，就很形象嘛。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不周山的位置来看呢，很多学者认为其位于西北。其次呢，山体形状有山而不合，山形有缺，具有一定的外形的特征。另外呢，因为不周山是天柱嘛，那么肯定就非常的高耸险峻嘛。由此呢，我国广阔的大好河山之中被探寻找出了很多貌似不周山的地方。但其中最常见的说法就是帕米尔高原就是不周山，因为帕米尔高原的地理位置呢，确实很接近史料中记载的不周山的位置。而帕米尔高原在波斯语中译为世界之柱。历史上帕米尔高原呢，它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中最为神秘和艰险的一段，因为那里呢属于高寒气候，约有1000多条山地冰川的分布，自然景观的变化垂直明显。由于这里呢地势高寒，旅行异常艰难，而却又作为我国古代丝绸之路新疆通中亚的必经的咽喉要道，因此呢，为了帮助解决旅途人们住宿和补给上的难题呢，其中设置有不少的驿站。这些古时候的驿站至今仍然还有多处的遗址保存下来。作为古代丝绸之路必经的要道呢，帕米尔高原在历史可考的记载中呢，它最初的名字也不叫帕米尔高原，而是有一个很中国化的名字叫做葱岭。那为何叫葱岭呢？
据说当时的不周山因为满山遍野的野葱啊，另外加上不周山本来的山貌特征啊，山崖葱翠，后来不周山就有这个别名叫葱岭。而葱岭这一称呼呢，一直延续到汉朝以前。接着到了与中亚各国文化交流频繁的唐代呢，这个时候帕米尔高原的音译词逐渐就出现了，葱岭也就逐渐有了帕米尔高原这一新的称呼。那唐代的高僧唐玄奘在去往西天取经的时候呢，就曾经路过帕米尔高原，而这一经历呢，就记录于《大唐西域记》中，里面就说未知波弥罗川，东西千余里，南北百余里，狭隘处不过10里，寒风凄凌，春夏飞雪，草木稀少，绝无人止，一派千里无人区的景象。在元朝时呢，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啊，也提到过帕米尔高原，说这是一个让马儿待上10多天就可以长肥的最好的世界牧场。再到了清朝呢，帕米尔高原这个名字啊，才被完全的确定下来，从此呢，不再有别的称呼了。而在今天的视角之下呢，帕米尔高原的轮廓呢，逐渐明晰。它就位于中国新疆的西南角、塔吉克斯坦东南部以及阿富汗的东北部的交界处。这片大约10万公里的土地呢，是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新都库什山和天山4大山脉交织而成的，形成了一个宏伟自然的奇观。回望古代呢，尽管帕米尔高原与中原地区相隔遥远，但历史文献中呢，却对不周山的位置有着清晰的描述。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就提到呢，西北海之外呢，大荒之域有不和之山，名曰不周。屈原呢在《离骚》中也提及了不周之路，并以西海为标。此外呢，《淮南子》天问训中记载了共工与颛顼斗争的故事，怒触不周山后，天地倾斜西北的情景。这些古文献中的描述不仅表明了不周山的重要性和神秘性，而且将其地理位置指向了今天的帕米尔高原。综合古籍的记载和地理位置的特征来看呢，将华夏上古传说中的不周山定位于当今的帕米尔高原的观点，并非无稽之谈。事实上，在地理与人文史实的交织之下呢，这一论断呢显得极具有说服力，令人信服。而不周山呢又是柱状的山形，连接着昆仑。河图阔地象中就说，昆仑天中柱也气上通天。东方朔的《神异经》里面也说，昆仑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为3000里，圆周如箫。正是因为不周山的山形如柱嘛，所以才会专门的用柱来区别一般的山形。而不周山呢，作为天柱的形象，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连接天地的桥梁呢，更是象征着天地之间的沟通和谐。在诸多古籍记载中呢，不周山被赐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宗教的色彩。它既是仙人居住的圣地呢，也是凡人向往的神秘之地。古人就认为，只有通过不周山这座神奇的天柱才能够到达天堂与神灵的地方，然后才能领悟宇宙的真谛。然而在现实的地理环境中却难寻觅不周山的身影。这种神秘与遥不可及的气质呢，就愈发增添了人们对其无限的遐想与向往。哦啦啦，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关注宇哥的账号，看更多后续内容哦。